什么？你到不了？你给我开玩笑呢吗？顾萨，等我跟你说，就这样。想不想我？太脏了，太脏了！你还嫌弃我啊？竟然，我一猜就是你！我催顾萨回国这么多年，一点效果都没有。果然是夫唱妇随啊！好久不见啊，林总。哼，什么好久不见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今儿是自投罗网，我是不会饶了你的。靳总，顾总，真是太巧了。挺巧的。你们认识啊？是啊，我跟靳总是同一家公司的。啊，太巧了！那既然你们今天都到我这儿来了，都来给我做苦力啊！赶紧上手吧。既然那边取消了，那我就跟林珊核对一下那边的事情了。好，我先进去了。走吧。你来，一会儿小心点，这些花刺特别多，别扎到手了。来，我教你，你看。我行的，这应该是女孩子更擅长的事情才对。那你来吧。既然顾萨托我帮你修的表修好了，正好今天你自己来了，我就把它还给你，你打开看看。好，谢谢。运动手表和机械表，你更喜欢哪一种？两个我都喜欢啊。谁说人只能有一块手表啊？那如果说只能拥有一块呢？那运动，因为它对我来说不只是一块表。那是什么？因为是你送的呀，小傻瓜。怎么样，戴上试试吧。不必了，我手上这只现在挺喜欢的。还在生我气吗？你去帮顾萨姐吧，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呀？我不擅长做那些事。你终于肯承认，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你不擅长的事情。我不擅长的事情有很多，比如面对生气的你。说来说去，你不擅长的事情，问题还是出在我身上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原来。我当然懂你是什么意思。那天回去以后，我就一直在想你说的那一句话。我那天说了很多话，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句。每一句。从我们之间缺失的那5年，到你觉得我在你心里慢慢变得陌生，再到我们现在的关系，原来你有真真正正的了解过过去的我吗？我以为我是了解过的，但是我现在才发现，我还是需要时间去慢慢的消化的。如果你愿意给我足够的时间，我愿意将我自己心底的每一面全都展露在你的面前，我会接受你的全部。那你要答应我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要第一时间告诉我，哪怕这件事情会让我生气，也不许瞒着我。
他们这些年轻人呢，吵吵闹闹的，一会儿就没事了。年轻嘛，就是不断犯错误、不断修正的过程。他们现在正是犯错的好时候。越是这样呢，越需要我们这些过来人帮他们修正修正。季总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说的修正指的是？据我了解，你跟靳总好像关系非同一般吧？哎呀，这都是同事间茶余饭后的八卦，这种话你也往心里去啊？哼，他们说的是八卦，我说的是职场上的合作。顾总是个聪明人，跟聪明人打交道，点到为止。这竟然跟袁小姐好像关系不一般啊，怎么回事？对了，李女士，我们飞图这次呢，想做一个关于企业的公益项目，希望找国本一起合作。我就说嘛，今天你们各位啊，都是来假司济公的，我说的没错吧？既然各位都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那里面请吧。好。行了，珊珊，你留步吧，我就不麻烦你了。萨姐，你要这么跟我说就没意思了。跟我们集团合作，我唯一的要求就是时间快、效率高。这次我们不仅要把这个植树造林的这件事情做好，我们同时要把国外的原产地果木移植到国内来，实现绿化和经济的双赢。李女士，你放心好了，这绿图计划的启动，我们会分秒必争的。那我就不送了。好的，走了啊。关于绿图计划的新闻，昨天已经发出去了。今天还收到企业家日报的点名表扬，一说要跟国本合作啊，很多企业家都在关注。原来姐，你这次可要立大功了。立功就算了，至少 SM 的风波总算是暂告一个阶段了。继续忙吧，我先去忙了。小心！没事吧？袁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擦破点皮。安全问题要时刻警惕，我已经反复强调过很多遍，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状况？不好意思啊，袁来姐，我一定加紧督促。你们时间上是要抓紧，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好，我去看看。好。好。时间紧，任务重。我知道你这个项目压力大，但是也要注意安全。谢谢。挺管用的。你不会还介意我跟金然的婚事吧？啊，不会的，既然已经跟我解释过了。没想到你比我想象的还大气。其实我觉得一直纠结在过去的事情里面没有任何意义，而且我也很感激你在这次绿图计划上对我的热心帮助。帮你也是帮静然吗？静然呢，是我多年的合作伙伴，我也一直把她当弟弟看。这么多年了，对她投怀送抱的女人数不胜数，她也从来没有动过心，除了你。所以你要好好珍惜。我会的。那我先过去了。是顾萨把金然这小子带到了美国，辛勤培养，一路提拔。金然呢，也不遗余力地回报他们公司。他们公司呀，主要以恶意收购那些中小型企业为食。曾经呢，在纽约数日内，对数十家濒临倒闭的中小型企业下手。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，竟然突然就离开了顾萨，跳槽了。近几年呢，一直往返于日本。金然，你回来到底是什么目的？
你说那些被倒卖的中小型企业，跟我们飞图怎么能比呢？他们想在我们身上故技重施，我觉得那难度有点大。以我们，你有没有发现，最近飞图的股价涨势快得越来越让人心慌了？的确存在这个股价异动，但是这个浮动啊，在我们可控范围之内。我猜会不会是绿图计划的风声传出去了？喂，你晚上来我这边吃饭吧。你在你家吃，我在我家吃。为什么？哎，我来，给我。喂，你们家喝什么酒96年的 Suntory 奶。好，等着啊。你干嘛去啊？进来吧。那原来不爱喝甜的，我拿这个跟你换。我说你们合适吗？啊，一帮姐妹聚会把自己另一半全抛了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几个已经组成留守男人战线联盟了。行了，珍惜吧。未来几十年漫漫人生路，当你在另一半的啰里吧嗦中感到不厌其烦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像今天这种婚前之夜有多精彩了。走了。好好玩吧。联盟成员，茶馆结束了，赶紧过来吧。哇，这也太香了吧！我都饿了。这是什么呀？给你换的。多拿几瓶啊！肯定是双双，他说什么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们，我就把他喊来了。你去开门。真会挑时候来啊！嗨，进来吧。原来姐，我来啦！来啦！来，哇，这么多好吃的！我早就饿了。你这几天没吃东西了，饿成这样，就3天。那这给你。哎，你先别动，先别吃。今天呢，我们是要庆祝心怡升职的，我们先一起干一杯。哎，欣姐，你这又当妈，你又升职，你这人生太幸运了吧！恭喜恭喜！任命还没有下来，但谢谢你们，来，干杯！哦，所以目前的情况是，前妻、现女友、现女友的追求者，都在同一个项目上发力。那不这样我能怎么办？也是，你总不能对原来说季瑶婷对你是别有用心的。还有，如果顾飒想耍点什么小聪明，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原来不被你气死。我想了一下，我觉得顾飒那事儿吧，竟然可能真的是有苦衷的。再说你们俩现在也挺好的，这事儿就这么过去吧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虽然有的时候吧，还是觉得心里面有疙瘩，但是我也不能把大好的时光全部浪费在纠结这件事情上面，对吧？而且我也答应静然了，我要一点点的了解他。那就好。哎呀，这要换作是心仪的话，肯定是义无反顾的就上去了，不撞得头破血流，绝不会回头的。那肯定不能跟他那么说呀。那我一定会想办法保护好原来。你行吗？我行吗？你把那妈去了。嘿呦，换成我当然行了。不是啊，这话听起来好像是在嫌弃我们的意思，是不是？哎，不，赵承志，你搞清楚，不是嫌弃我们，是嫌弃你。嫌弃我干嘛呀？我又怎么你们了？贱骨头。承志这个人就一个字儿，贱。那还真是挺贱的。欣怡姐，你不可以这样说师傅的，他在我心里还是闪闪发光的存在。我天哪，我就说了一句他就心疼了啊！哎，这样吧，双双，我把你送隔壁去好吗？啊，你给他们端茶送水、刷碗洗锅，你看看你那个闪闪发光的，是不是会领你的情吗？那不行，我好不容易我才高冷起来了，我要维持现状。我现在过去我不就前功尽弃了？高冷了是不是？牛起来了是不是？
就让那小丫头啊，不是小丫头，是臭丫头，去跟那什么小白脸、小黑脸约会去。哎呀，看样子有人开始失恋了。失恋？你说谁呢？双双啊！嘿呦，我告诉你们啊，我巴不得他离我远一点啊！最近这几天他都没缠着我，你们都不知道我有多清静，多清静，多清静。嘴硬。哎，我可听说了，刚刚原来跟我说双双有一个好消息要跟他们分享。我觉得不会是跟那个小白脸、小黑脸确定关系了吧？我觉得有可能。对，我们俩都应该有种共识吧。其实双双不论从身材、样貌、气质、长相、性格都还不错。哎呦，他有什么魅力啊？他就是个粘人精啊，没有心仪的御姐范儿，也没有原来的女神范儿，不行，一点儿都不行。赵成志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呀就只能治得了双双这样的人。你要是遇到心仪这样的，每天条条框框的给你摆在那儿，3天就3天，弄死你！别笑，别告诉心仪啊。所以我跟你们说，男人呢真的都是贱骨头。你看，没有得到的时候吧，对吧？含在嘴里怕化了，捧在手里怕掉。但是呢，你一旦给足了安全感，你还想回到刚谈恋爱时候那感觉，难了。有道理。哎，不过心怡姐，那照你这么说，女人啊，一旦跟男人确立了关系，结婚怀孕，就必定是会被一个男人越吃越透、越掉以轻心的过程。那也不一定。那比如像我有事业，我有宝宝，我有独立的人格，所以说我是不会被一个男人击垮的。我同意你这个观点，女人必须要这样，我就要走这个路子。心怡姐、原来姐，你们就是我的标杆，我要敬你们。干杯！这个社会就应该靠男人，女人要是都那么强的话，要我们男人有什么用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现在女性都很有危机意识的，认为只有自强，她才有说不的权利。我也巴不得双双啊有点危机感，别老浪费时间在那些不靠谱的约会上。我就觉得有时候男人还不如女人呢。我反对。我也反对。你反对个什么呀？你就是活生生的经典案例，你还反对？啊？哎，你们俩还怂我？哎，我别人不说，我不说他，我就说你赵承志。我告诉你，有一天双双比你厉害了之后，你到时候哭去吧你。不可能，他不可能，他还就可能了。最近他刚刚经手的2个合同，我全都过目了。那我告诉你啊，以后你办公室里面挤满了那些小白脸、小黑脸，你就是你们办公室里头的那个小鸡腿。又来催我了。他对你还真是贴心啊，心怡姐，这丁郎大哥对你的爱哦，真的是日月可见。我的真命天子什么时候出现？不是出现了吗？已经。好啦，你看你桃花运这么强，快了啊！就是，接你的肯定是。来了。人呢？人呢？走吧。啊。走了，双双。哎呀，是的。把衣服披上来。披什么外套？走了。走了。慢点啊。沈双双，喝多了吧？真是丢我们事务所的脸。我又没有你送我回去，丢不丢脸关你屁事。你是番薯吃多了吗？东一个屁西一个屁，你不嫌臭，我都嫌臭。哎，Peter，电话拿来。哎，喂，你干什么？作为你的师傅，我有权利管束你的胡作非为。你这是限制人身自由。走，回家。赵承志，我跟你说，喝多了，走了啊。哎，走了，拜拜。放开。
你对我没话说啊？有。明天早上还要去布置会场，早点休息。晚安。放。我说你也太重了，该减减肥呀。哎，我又没有让你抱，想抱我的人从这里都排到黄浦江去了，好吧？我沈双双已经下定决心了，我再也不会作践我自己。我觉得我之前真的可能已经瞎掉了。现在呢，我不看不知道，这世界上比师傅好的大有人在。我以前就是那个井底之蛙，我沈双双反正再也不会死皮赖脸的纠缠着师傅了。双双，我有话对你说。其实我是喜欢你的。对不起，我连自己都骗了。但我不知道现在说这些还来不来得及。双双，整个这一排的展览记录，包括飞图的用户，所有的都要统计到表格里，小飞，然后发给我。月儿姐，还有你，今天临时又增加了3位贵宾，你知道吗？还有这个啊，我都已经调整好了。Rex 呢？在那儿。哎，现场所有的硬件设备都检查清楚了吗？不能出现任何问题啊！所有的设备，所有的人，按照您的吩咐仔细检查过了，保证没问题。启动仪式搞得这么大阵仗，袁经理这一次搞不好要高升了。高升？他还想往哪儿高升啊？现在距离启动仪式开始还有50分钟，请所有项目组的人员在10分钟之内放下手上的工作，准备启动仪式。好的，好的，去吧。来，大家准备一下。好。好。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哎呀，你说这怎么办呀？月儿姐，今天启动仪式还等着你主持呢。哎呀，这时间也来不及回去换衣服了呀。小飞，啊，把我车里的备用服装拿过来，我要换一下。好，我这就去。那祝你好运了。这个 Lisa 真是嫌事儿不够大。你穿多大码的鞋啊？我怎么觉得我这身衣服这么搭配好像不太顺眼啊？是有点奇怪，但是我的鞋太小，你应该穿不了啊。原来你是我这双吧？虽然大了一码，但是总比小了几家好。谢谢顾萨姐，期待你的完美表现。一会儿启动仪式就要开始了，你想办法拖住袁来，小心不要让他出现在现场。去吧。好。
原来姐，时间差不多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对了，你帮我找个充电宝，我手机快没电了。好，我去帮你找。哎，袁经理，林总找您有点事儿，想让您过去一下。现在吗？对，就在前面，我带你过去。好。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事情已经办妥了。非常好。你赶紧离开这里。好。各位领导，各位来宾，大家中午好！我是飞图项目2组的高级经理 Lisa， 也是本次活动的项目负责人。那么非常荣幸可以作为启动仪式的主持人站在台上。这是一个自愿性参与的项目，凡是购买飞图公司的任意一款旅行产品，飞图公司都将为该产品额外承担保费。保费金额我正要问你呢，他没跟你在一块吗？我刚刚打过电话给原来姐了，她刚刚还让我给她借充电宝，她手机没电了，里面全部都找过了，没有看到她。另外，国本集团也将正式冠名此次活动，从此刻开始，该活动正式启动。我们将此次活动命名为“国本绿图计划”，飞图将同步捐赠保费金额的1%，交于国本工艺部，用于植树造林。抵消形成中人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。我们希望通过国本绿图计划，启动仪式哪有女朋友重要？变得更加美好。那么在这里，我代表飞图公司再次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，希望我们此次活动可以顺利进行。谢谢。开门！开门！开门！原来。原来是我，竟然是你吗？原来是我，原来你慢点啊！没事吧？你怎么跑这里面去了？没事，我就是在里面待了一会儿，我得赶紧回去主持启动仪式了。原来。怎么了 ？Lisa 刚刚已经替你主持了。难怪那个服务生会把我关在这个里面。你放心吧，这事我会替你解决的。算了，只要启动仪式能够圆满结束就 OK 了。人摆了你一道，把你锁到这个屋子里面，你倒大有无畏。那我还能怎么办啊？我只能公私分明啊。绿图计划毕竟是我的心血，而且又花费了飞图无数的人力和财力，我当然希望它能顺利进行下去。季总，原来的演讲稿，你背得滚瓜烂熟的吗？机会永远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，这还是您教我的。今天是我运气好，准备了这么久，终于有施展拳脚的机会了。你跟原来呢，都是公司的骨干，我希望你们两个好好合作，知道吗？这点您放心。啊，对了，季总，这是今天所有的树苗捐赠表，等会儿我统计好数据，就给您和林总过目。好。给我放办公室吧，你先去忙吧。好。林小姐，林小姐你好，这是今天启动仪式现场所有的树苗订单统计，请您过目。初步统计已经超过了400棵，相信未来几天随着宣传力度的增加，这个数字还会不断攀升的。Lisa 是吧？是的，我是飞图项目2部的经理 Lisa， 你有什么需要，我随时愿意效劳。你今天在台上的发言我听了，挺精准的，以1次树苗捐助带动旅游地区的2次消费，
这都是你的想法吗？不敢当，这个提案是我们整个项目部的劳动成果，我也只是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而已。今天你们能有这样的一个成绩，跟你的付出也是密不可分的。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。好，那我拿回去看一下。今天辛苦了。行。等等，这份报表我还需要再审核一遍，才能交到您的手上。你不是去找袁来了吗？他去哪儿了？发生了点小意外，不过已经处理妥当了。还有，这次以后，所有跟绿图计划有关的事宜会在稍后公布，所以不好意思啊，林总。有你把关，我肯定放心啊。那我们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我先去忙了。林小姐慢走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这个项目的策划案应该是1组的成果，怎么到你嘴里面变成2组的功劳了？靳总，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，我只是救个场，按照原来的稿子念了一遍而已。难道你让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跟大家解释，原来是怎么辛苦准备这次启动仪式，又是怎么在临开场前消失不见了吗？事发突然，不过也很蹊跷。开场之前，有个服务生把袁来带去，说林总要见他，然后把他锁在储藏间里头。现在我找不到这个服务生人了，他人呢？不是，什么服务生，什么林总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不是，你什么时候开始关心起这种小事来了？跟原来有关的事情，我一定追根问底，盘根问到。去把今天剩下的报表全部一次性拿过来给我。可是这些资料，季总已经看过了。季总看过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好，我这就回公司整理。这哪是新闻发布会啊？主角都没来，变成了 Lisa。哎，袁来姐，袁来姐，你昨天去哪儿了？我上哪儿都找不着你啊。临时有点重要的事情，所以……哎呦，袁来姐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你是不知道昨天那个 Lisa 有多气人，快气死我了，是不是？这项目明明是咱项目1部做的策划案，对吧？他倒好，独吞了功劳不说，昨天在新闻发布会的现场，把他能耐的出尽了风头。知道外面人都怎么说吗？说这项目是他负责的，你说可恶不可恶？就是太可气了。只要项目能成功就好了，其他的无所谓。你们就不要愤愤不平了，咱们山高水长，有的是机会，怕什么呀？袁来姐，以后咱们俩不会总是抬头不见低头见了。昨天项目启动仪式非常成功，文总已经把我的办公室搬到了楼上，当然也让我全面接手这个项目。你要不上去看看？别怪我没有提醒你，你还是注意点自己的行为吧。唉，风凉话谁都会讲，其实你心里怎么想的，自己最清楚。我最清楚啊。其实你还是挺可爱的，对吧？我现在呢，不仅不羡慕，反而我觉得也好可怜哦。我这还真不是讲风凉话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Lisa， 你的这份统计报告跟我的统计结果中间整整差了3个百分点。为什么？我如果没有将这份合同在你交给供应商之前拦下来重新算了一遍，你是打算让飞图背所有的锅吗？这不可能啊，这绝对不可能。哎呦，这么热闹，靳总也在。我们在处理公司内部的人事事务，要不你们2位先去会议室等我。啊，不用了。林总跟大家有些话说。这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，无论是项目策划还是启动仪式，我们所有人都非常满意，特别是启动仪式上的精彩表现。这里我代表国本工艺部感谢大家的用心，特别是袁来小姐，你辛苦了。接下来你要再接再厉，让我们国本绿图越来越好。
林总，你可能搞错了，这个项目一直都是我负责的，我们项目2组辛苦一点，这都是应该的。以后这个项目你还得多费心啊。大家都听好了，跟这个项目所有相关的人员，以后都归原来负责。由我来负责？对，由你负责。大家加油吧！加油！好。Lisa， 跟原来办理项目交接。这是我的项目，我是不会交出去的。这不是你个人的项目，交于谁来负责这是公司的事情。还有，办理完交接之后，直接去找人事经理，他会帮你办离职手续。离职手续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你在公司被除名了，明白吗？凭什么？凭你在启动仪式前将原来关进了储物间，为了代替原来去主持启动仪式，雇了一个服务生，将原来反锁在了储物间里面。这时那服务生已经全部都做了笔录了。还有 SN 公司的拍摄计划，你扰乱剧组正常拍摄，置公司的利益于不顾。最重要的是我手上这份文件，里面漏洞百出，我有足够的理由开除你。要是不服，去找劳动仲裁去。一定是你指使他这么干的吧？你看你这副清高的样子，没想到你能干出这么卑鄙的事情来。你别以为你有他给你撑腰就可以事事顺利，迟早有一天你会尝到我的滋味，我等着看你笑话。Lisa， 我们的目的和初衷从来都不一样。你可以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，玷污了别人的同时还玷污了你自己。我们永远不可能是一类人。明天10点跟马总定一下这个事情，一定要给我打电话。你也去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故意等我啊？走吧，我送你回去。有点事情想跟你聊一下。什么事情神神秘秘的，不能在公司讲。上车吧。原来还没走啊？哦，我忙完这些就走。啊，我让公关部准备了一份现在市场上类似的公益活动，你参考一下。谢谢季总，我会好好看的。嗯，你做事的能力呢，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。但是啊，对某些事、某些人，还是小心为上，啊。您放心，所有项目的数据和细节我一定会严格把控的。加油。为什么要让原来负责旅途计划？什么为什么？因为他有能力啊。有能力的人有很多。是，有能力的人很多，但是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是原来提议的，整个过程也是原来定的。那当然，他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了。怎么了？有问题吗？说来有趣，我也就是最近无意间发现 ，SN 好像多了一个大股东，姓顾，而且恰好是在飞图与 SN 达成海外合拍协议之后，成为 SN 大股东之一的。怎么？你不会觉得我就是那个姓顾的吧？我不在乎那个人是谁。我只在乎他会不会伤害到原来。你是不是想多了呀？谁会伤害他呀？竟然，和你坐在这儿，让我想到了那年夏天，你和我还有 Alex 在迈阿密
度假的时候。那一年，你非执意让艾利克斯带病去参加那个什么夏令营，结果呢，在夏令营里面病得越来越重。我不过就是觉得一个男孩应该锻炼锻炼，我想让他快点长大。再说，我不想让我离婚的事影响到他。艾利克斯其实比你想象的要坚强得多。行了，你不用跟我说了，又是那一套，什么他现在经历的，你以前都经历过，是吗？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日本陪他？竟然，其实呢 ，Alex 长大了。对于现在这个年龄的他来说，我这个妈妈已经不重要了，最重要的是有个好爸爸，能够给他一个好的榜样。Alex 他自己也经常提起你，我觉得在他眼里，我这个亲妈都不如你。我会找机会去日本看他的。原来也去吗？当然。竟然，你跟我去日本吧，我们一起去日本吧，好吗？那里有我们共同的事业。你我之间是战友，是好的合作伙伴。我希望我们两个以后会是更默契的朋友。只要你愿意，我们永远都是战友。我永远都是你最信任的朋友。到现在，日本的公司我还给你留着职位，我等着你回来。其实在我离开日本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决定和过去的一切说再见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么想？如果你喜欢旅游产业的话，我们可以开旅行社，我们可以开几十家，全国都可以开，全世界也可以开。你要是喜欢中国，我们可以在中国开分店，每年都回来几次。我回国看重的不仅仅是国内未来的发展，同时我也是为了一个重要的人，我希望改变一种生活方式，去为他改变。竟然，这个世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这个世界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用交易来等价交换的。自从那件事之后，我们就被紧紧地绑在一起，那些过去的事情它永远不可能过去的。原来他和你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如果他知道你以前做的那些事，你觉得他还会接受你吗？那些都是过去，即便他接受不了，我也会一直这么等下去。这种平淡的生活你会觉得无聊的，我等着你无聊的那一天。不会有那一天的。话不用说的那么满，我等你。你在这站了多久？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？我忽然有点想你了。你是不是喝酒了？你刚刚和他在一起啊？原来我好怕。你怕什么呀？你不是做什么事情都胸有成竹、运筹帷幄吗？你高看我了。其实我也有自己没有把握的事情。比如说你，我担心我自己用最大的努力，最后仍然没有办法将你留在我身边。
我担心我们两个相恋10年，最终抵不过的是那些是是非非。你知道吗？有时候我很怕，因为我对那些发生的过去无能为力，这才是隐藏的我。我担心你知道那样的我之后会选择不要我。不会的，因为我相信你不会做过分的事情。金言，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欣怡姐，季度考核结果出来了，咱们组啊是全公司第1名，而且总监说有加薪呢。你看，平时辛苦加班，领导虽然不说什么，但全都看在眼里的啊。总监估计很快就要找你谈话的。再说了，咱们副总监的位置空了那么久，早该让你顶一下了，对吧？哎，总监来了。艾米，你们俩一会儿到我办公室来一下。好。谢谢总监。走吧。心怡，来坐。总监，我听说季度考核结果出来了，你们小组这次成绩是真的不错。我刚刚跟每个组员都谈过了，该提升的提升，该加薪的加薪。当然，这次好成绩跟你的努力也是密不可分的。谢谢总监的肯定，我们会再接再厉的。正所谓胜不骄，败不馁，继续加油。哎，你还有事吗？总监，我不明白，我拿了第1，我的组员都得到了升职加薪，难道公司对我只有一句继续加油吗？公司一直对你是有意栽培的，否则也不会把大区经理的位置留给你，对吧？当然了，你不接受是另一码事，公司尊重你的选择，毕竟你迎来了你人生新的阶段。我明白了。说来说去，因为我怀孕的原因，所以我失去了升职加薪的机会，是吗？话可不能这么说呀。升职公司是跟你提过的，是你自己拒绝的。至于薪资嘛，你现在的薪资已经是这个级别的最高标准了，再怎么升呢？不然，你就去跟人事部谈一下吧，看看他们能不能调整一下这个薪资标准。我拒绝大区经理的职位，是因为那个职位需要频繁的出差，而我现阶段无法胜任。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不可以在原来的组织架构里面继续前进。原来的组织架构？你说的是副总监吧？的确，目前副总监的位置还是空缺的。我也不瞒你说，在你收到大区经理的调令下来之前，你一直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。但是公司努力的员工特别多，我们必须确保给每一个人公平竞争的机会。公平竞争？难道我的成绩不是公平竞争得来的吗？这样吧，你先回去，你的情况我会跟领导再协商一下。你先把手头的工作做好，我相信机会还会有很多的。
喂，你叫我过来，不会是让我看你现在技术到底有多差吧？今天搞活动，美女打球半价，这么好的事情，我当然得跟兄弟分享，以慰藉你寂寞无聊、心仪加班的夜晚。我告诉你，我这人对半价的东西不感兴趣。半价的原因无外乎2种：一，质量差的残次品，急于销售来减少损失；二，就是那种外表华丽，为了让你这种贪得无厌的人陷入陷阱。你还能好好说话吗？我就是在好好告诉你，占便宜这几个字不会出现在我的字典上，这不是我的风格。知道了。哎，就是你，一看就是已婚妇男的气场，带衰我的桃花运。根据我的观察，心有所属的男人会对异性的吸引力大幅下降。哎，我再声明一次啊，是沈双双喜欢我，而我的心是属于这片花园的。那做兄弟的也送你一句话：你的这片半价花园，总有一天会害死你。嘿。当初可是你让我趟上沈双双这趟浑水，要不是我奋不顾身替你去相亲，怎么会招惹上这个桃花奶奶呢？你替我去相亲，我应该谢谢你，我还拿了2个镜头做代价呢。但是我怎么不记得我让你去爱上她？谁说我爱上她了？你不要散播谣言啊！自己刚刚陷入围城，恨不得所有人都为你陪葬。我必须得重申一下，我不是陷入围城，我是幸福地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你永远不会理解2个人的相思有多么的甜蜜。而且一会儿心仪他，等等，先别打1号球，打5号球，那个我觉得更容易一点。哎，真棒！喂，原来，集团董事会的王总今天刚刚抵达上海。出于礼貌，我想我得去拜会一下。这样一来，我中午就来不及跟你和林珊开会了。我看要不然采购的事情，你直接跟他对好了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我已经把新的预算发给你了。是这样的，抛去基金会、旅游局、电视广告等一系列的开支，70万的预算能购买7万棵树苗，覆盖的区域大约是在4万平方公里。怎么会才有7万棵树苗啊？市场上3年期的树苗只要不到5块钱，我们怎么要花1倍的价钱去采购？那这里面其他的开支竟然占到了总预算的1半吗？没办法，各种流转的环节太多了。宣传和物料我已经做到最低了。不过你说，预算的总数字，文总他会有意见吗？我觉得，要不然我跟文总再去申请一下吧。喂，金然。再追加130万，总共200万的预算来做树苗采购。你说什么？喂，能听到吗？哦，还有，移植海外原产地的成年果树可以形成自然景观，拿这个去和蓝镇当地政府谈吧。好的。那你那边没问题的话，我就以这个价格去跟林珊沟通了，好吗？还有一件事情，注意身体，劳逸结合。我知道了。为什么不接这个案子？这个男孩有全套的设计图纸，很明显就是塞恩斯公司剽窃了他的设计啊！就算是真的，能又怎么样？这案子赢面太低，这些图纸根本就算不上什么证据。就算赢了，那个设计师也付不出多少报酬。更何况塞恩斯是个大集团，我没有必要为了一棵树而对抗整片森林。可我偏偏就喜欢挂死在一棵树上。
亲爱的，外滩有家新的法式餐厅开业，今晚有没有兴趣？别说你要加班啊，位置我都已经订好了。我已经吩咐厨师，所有的菜品是全熟。我同意您说的，我觉得价格就改成200万吧。好，既然已经说过了，之后就由他跟林珊直接沟通吧。行，好，就这样啊。好。对不起，严总。顾小姐，这是急着去跟林珊开会吗？金然呢？数字都跟他核对过吗？他去见集团董事的人了，数字跟他已经核对过，没有问题。好，到时候你跟林珊开会，要有什么问题，你跟我说。我跟林珊是死党，这点面子还是会给我的。好，我走了啊。里面请。先生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？求婚戒指有没有特别一点的？啊，这是我们的最新款极木系列，不仅非常闪耀，而且钻石的每一边都有独特的含义。您送给女朋友啊，她一定会很开心的。就要这款了，10号大小，帮我包起来。好的。丁昂，你现在够我老婆，终于是我老婆了。丁阳，我老婆。丁阳，出来！
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肉麻了？那我要为我们俩弥补一个成功的求婚仪式。那我们不是都已经领证了吗？没求婚，会有遗憾。你知道我其实不在乎这些的。但是我不在乎。但其实丁恩，我真的是……其实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。我知道你对于身份的改变有所顾虑，你会想的有很多，你会想到很多不确定因素，而且你也担心生活中的柴米油盐会带给你困扰。但是你想想，我们两个都是第一次接触到婚姻，难免会遇到一些磨合的问题，是吧？我知道我不够好，但是我会去努力做一个好的丈夫，我会努力去把我所有的爱都给心怡。我想当你的家，你不会再孤单一个人了。然后有你的地方，我都在。许心怡，嫁给我吧。我像仙人掌，不能靠近你，不过只为生命，最后剩下的是竟然去过终点。这条路，如果我们要走过，咱们能看到最美的烟火。就像你说的，婚姻这条路我们谁都没有走过，但我早就已经准备好。这个世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这世界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用交易来等价交换的。从美极收购那件事之后，我们两个人就被牢牢地绑在一起了。那些过去的事情永远不可能过去的。原来他和你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你觉得他知道你以前做过的那些事，他还会接受你吗？因为我相信你，相信你不会做过分的事情。既然，我爱你。
让你从我身边离开了。你明天晚上干嘛？一起吃饭好吗？好啊，去哪儿吃？我等你，明天见。竟然，走，什么事？我觉得这个第3季的财务报表有几个数字不太懂，你帮我解释一下。怎么了？靳总，您约的人到了。啊，你让他们等一下，我马上过来。好的。不好意思，关于第3季度财务报表，我想季总那边应该会比我更清楚。如果你有需要的话，我可以让温雅帮你约一个会，你可以跟季总面谈。嗯，我约了重要的客人，钱是赔了。